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消除浪费的方法》这本书。作者托马斯先生目前活跃于博客和 YouTube 等平台。在书中，他通过提高生活效率，帮助我们实现更为宽裕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消除浪费，创造出更多的余裕。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如何消除金钱的浪费；第二，如何消除时间浪费并提高效率；第三，如何高效收集有用信息。首先是第一部分，如何消除金钱浪费。虽然金钱不能买到一切，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它。因此，学习如何有效管理金钱是至关重要的。当谈到减少金钱的浪费时，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节约。然而，作者强调，节约与压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强迫自己节约可能会积累压力，最终以另一种形式的浪费释放出来。举个例子，为了每月省下一些电费而关闭空调，忍受夏日的高温，这种节省与忍受的痛苦根本不成比例。如果最终因为忍耐酷暑而买冰淇淋来奖励自己，这样不仅没有节省，反而可能导致花更多的钱。因此，与其培养忍耐力，不如找到无需忍耐的方法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基于这一理念，作者提出了以下的节约方法。第一个方法是重新审视通信的费用。通信费用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你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许多人并不需要大流量的数据套餐，但由于缺乏了解，签订了高额的套餐。事实上，有些基本流量的套餐已经足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一般来说，每月20G 的数据流量已能覆盖大部分使用场景，因此可以考虑转向这些更经济的套餐。如果您对这方面不熟悉，建议通过 YouTube 或博客等免费资源进行学习。第二个方法是重新审视保险。作者指出，许多人购买了许多不必要的保险。实际上，作者认为以下3种保险才是必要的：一、生命保险，适用于有家庭的人，确保在意外事故或疾病导致身故时，为家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二、火灾保险，用于赔偿因个人过失引发的火灾损失；三、汽车保险，用于赔偿交通事故中的损失。虽然这些事件的发生概率较低，但一旦发生，可能会面临巨额赔偿风险，因此需要这些保险。换句话说，如果某种风险的发生不会导致个人破产，那就不需要为其投保。尤其是医疗保险，在日本通常不需要额外购买，因为即便是普通员工，通过高额医疗费用制度，每月的自付额也可以控制在8万日元以内。这个制度适用于所有参加健康保险的人，因此在日本，国民已经享有了非常强大的保险保障，不需要额外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总的来说，除了生命保险、火灾保险和汽车保险，其他保险是可以考虑解约的。与此同时，一些需要初期投资但从长远来看能够节省成本的方法也是值得推荐的，比如更换节水型淋浴喷头、使用 LED 灯泡等。这些措施可以帮助进一步减少日常开支。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如何减少时间浪费并提高效率。在有效管理金钱后，接下来应当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提升时间的利用效率。作者提出了以下的节约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减少不必要的通勤时间，选择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以缩短通勤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通勤时间往往是限制生活自由的最大因素。减少通勤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搬家。虽然住在更便利的地段意味着房租可能会上涨，搬家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和压力，但一旦掌握了更多的时间，您就可以更加自由地规划人生。您可以每天观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学习新的技能，或者专注于健身，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减少通勤时间的影响力非常大，非常值得大家努力去实现。第二个方法是居住在小一点的房子里，以减少室内移动时间。尽管住在小一点的房子里听起来有些极端，但关键在于选择一个适度的居所。
宽敞的房子虽然舒适，但也有其弊端。最明显的就是高昂的房租。此外，室内设备之间的移动时间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如果从房间走到厕所需要20秒，那么每天多次，1年累积下来的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浪费。因此，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应考虑减少家中的移动时间。您还可以通过重新安排家中的布局来减少不必要的移动。例如，可以在家中常用的地方多放几个垃圾桶或纸巾盒，以减少走动。将电视遥控器放在常坐的沙发旁边，把手机充电器固定在床头，把常穿的衣服放在容易拿取的地方。总之，尽量把常用物品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感到不便的地方，通常都意味着物品的位置不合理。通过分析这些不便，合理优化家中的布局，可以打造一个更高效的居住环境。虽然这些都是微小的节省时间的技巧，但积少成多，最终也能带来显著的效果。第3个方法是舍弃没有经济价值的无用工作。如果您安装了一台滚筒式洗衣干燥机，晾晒衣物的工作将不再占据您的时间。这一改变的好处会非常明显，您不再需要搬运沉重的湿衣物，也不必在寒冷的冬天在室外晾衣。虽然很多人认为滚筒式洗衣机的购买成本较高，但请将其视为一种购买时间的投资。例如，每次晾衣需要10分钟，每周晾3次衣服，那么在购买滚筒式洗衣机后，每周可以节省30分钟，每月能节省2个小时，1年下来就是24个小时。即便按照每小时1000日元计算，1年也能节省2.4万日元，5年下来能节省12万日元，足以收回成本。更重要的是，自动干燥功能使您不必再担心天气或时间问题，不需要等待晾衣结束，真正实现了时间的解放，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基于同样的理由，机器人吸尘器和洗碗机也同样值得推荐。一旦购买，它们将持续为您节省时间。从长远来看，这种投资不仅能够回本，还能减少家务所带来的压力。接下来是第3部分，如何高效收集有用信息。在节省金钱并增加时间之后，下一步就是重新审视信息的获取方式。许多人无法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或是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接收了太多无关紧要的信息，而未能获取对自己真正有用的内容。政治家或艺人的丑闻，或是一些事故事件的新闻，虽然让人们对他人的生活了解得很透彻，却无助于改善自身的生活。如果你想找到真正想做的事，必须精挑细选信息来源，增加获取有用信息的可能性。因此，信息收集的方式比您想象的更为重要。可以通过推特来获取适合自己的信息。作者认为，推特是获取与自己兴趣领域相关信息的最有效工具。推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是同一个平台，但由于您关注的对象不同，所呈现的信息也会大不相同。如果您关注的是美容类账号，您会收到大量与美容相关的信息；而如果关注的是投资类账号，您则可以高效地获取投资方面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大多是实时更新的。当然，由于这些信息多为个人发布，难免会有偏差或错误，但只要多角度获取信息，并最终自行判断即可。然而，推特也有一个局限性，即可能让你无法接触到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信息。虽然它非常便利，但若仅依赖推特，您的视野可能会变得狭窄，无法探索新的兴趣。因此，选择不同的工具以满足不同的需求至关重要。接下来，作者介绍了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获取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信息，从而找到未来可能感兴趣的事情。第1个方法是与陌生人面对面交流。尽管 SNS 和远程办公的普及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实际上，与陌生人面对面交流是获得新发现的有效途径。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与人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而从他人那里获取的信息往
往往最为宝贵。面对面交流的速度、信息量以及共处同一空间时的氛围，是文字或视频交流无法比拟的。尽管在新环境中与人交流可能会带来挑战，但每天在同一地方与同一群人交流，久而久之可能会使您的世界变得狭窄。为避免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将与陌生人交流视为对未来的投资，应该积极投入其中。第二个方法是深入研究新领域的信息。如果您对某个新领域产生了兴趣，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建议通过博客、SNS 和 YouTube 等平台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例如，作者了解到《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非常受欢迎，于是他在 YouTube 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初步了解了书中的内容。YouTube 上有着大量高质量的免费信息，还支持倍速播放，是获取信息的低门槛方式之一。如果您对某个领域感兴趣，作者强烈建议首先在 YouTube 上搜索相关内容。此外，如果你想实时获取最新信息，可以使用推特；如果你想全面了解信息，可以使用网站。不同的工具各有所长，建议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整。总之，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是那些能够改变您行为的信息，尽量减少那些无法改变您未来的信息，努力获取有益的内容。不过，哪些信息有益因人而异，只有在实际获取后才能判断出来。因此，作者建议从接触各种信息源开始，逐步筛选出对自己最有价值的内容。通过精简浪费的方式，不仅可以节省金钱和时间，还能让你有更多时间充实自我，享受更多的闲暇时光。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